当黄海遇见星海，复盘2026 QQ 音乐巅峰之夜的反算法实验在这个短视频只有15秒耐心，热歌副歌必须在前30秒爆发的时代，还能看到一场愿意把时间浪费在完整艺术表达上的晚会，心里头确实是挺感动的。2026年3月28日到29日，杭州黄龙体育中心，这场 QQ 音乐超级巅峰之夜，表面上看是一场常规的音乐盛典，但如果你真的在现场，或者哪怕只是完整看完了回放，你就会发现，这其实是一次关于现场音乐尊严的温柔反击。尤其是谭健次和周深这两位歌手的表现，简直就像是给整个行业打了一针强心剂。今天咱们就抛开那些冷冰冰的通稿数据，像老朋友聊天一样，好好复盘一下这两个舞台到底厉害在哪儿，以及他们背后藏着的那些行业小心思。先说说3月29号晚上的重头戏，谭健次的压轴表演。我个人觉得，这绝对是当晚最让人意想不到的豪赌。你想想，一般的拼盘晚会，给一个艺人5到8分钟唱1-2首歌已经是顶格待遇了，但谭健次这次直接拿了25分钟。这是什么概念？这基本上就是一场迷你个人演唱会的体量了。官方节目单上列了5首歌 Dead Reflex 震耳欲聋 Proof 朝夕加好好告别久暗时刻。这不仅仅是数量的堆砌，更是一种逻辑的重构。我特别想聊聊这个曲目的编排顺序。开场就是 Dead Reflex， 这首歌一出来，那种工业电子音效配合机械感的编舞，瞬间就把场子热炸了。我在看直播的时候，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的紧张感。谭健次对肢体控制的那种精准度，真的不是随便练练就能出来的。但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场唱跳秀，那就错了。随着演出推进，到了朝夕加好好告别，舞台突然安静下来，钢琴前奏一响，环形剧幕上开始流动沙漏的影像。这时候，观众席上那片黄海色的应援灯海同步亮起，那一瞬间，我真的有点起鸡皮疙瘩。这种从炸裂到深情再到史诗感的3段式结构，说实话，在内娱的拼盘晚会上真的很少见。通常艺人为了稳妥，都会选最安全的快歌或者最保险的情歌，但谭健次这次像是在做一个视听实验。特别是收尾的久暗时刻，暗红的灯光打下来，他用那种带有撕裂感的声线去诠释人性的挣扎，这跟他去年至暗时刻的舞台哲学是呼应的，但明显更成熟了。乐评人说这是以演唱会规格重构拼盘晚会逻辑，我特别认同这个观点。这不仅仅是在唱歌，这是在告诉主办方和观众，我们愿意为完整的艺术叙事买单，而不是只为那15秒的高潮片段买单。这种艺术野心在当下真的挺珍贵的。再来看看周深的表演，如果说谭健次是火，那周深就是水，是那种能包容万物的温柔。他在29号的中场时段登场，只唱了2首歌，但这2首歌构建出来的空间感，简直比5首歌还要大。第一首修星星的人，这首歌我听完之后的第一反应是，太浪漫了。这不是那种小情小爱的浪漫，是科学浪漫主义。舞台设计特别用心，周深站在环形星云中央，开口唱那句太阳的光到我眼中需要8分钟的时候，我感觉整个场馆的时间都慢下来了。他那种高频弱混声，真的就像引力波一样，穿透力极强，但又不会觉得刺耳。最绝的是副歌部分加入了童声合唱团，模拟星辰碰撞的和声效果。我个人听的时候就在想，把天文现象转化成情感隐喻，这种写法太高级了。他没有直接说我爱你或者我很孤独，而是说星星跑过时间海，这种留白给了听众巨大的想象空间。在现在这个大家都急着表达、急着站队的网络环境里，这种能让人安静下来思考宇宙和时间的音乐，简直是一剂良药。紧接着第2首小美满，风格又来了一个大转弯，褪去了科幻元素，周深手里拿着一个复古话筒，站在暖黄色调的舞台上。歌词写的都是咱们最熟悉的市井生活，早餐摊的热气，地铁站未读完的信。说实话，听到这些词的时候，我心里挺暖的。周深在副歌里点缀了一些美声戏腔，让这种平凡场景瞬间焕发了一种神性的光泽。现场观众自发点亮手机灯，跟之前谭健次粉丝的黄海形成了呼应，变成了一片星群。乐评人说这是宏观宇宙微观人间的切换，我觉得更准确地说，这是用音乐消解了科技与情感的对立。周深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，他既能把你带到外太空，又能把你拉回早餐摊，而且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违和感。这种能力真的不是光靠嗓子好就能做到的，这是对人性的洞察。聊完这2个具体的舞台，咱们得往深了挖一挖，这次巅峰之夜到底给行业释放了什么信号？我觉得最明显的一点，就是流量逻辑和艺术表达正在寻找一个新的平衡点。
过去几年，咱们见惯了那种一人一首歌，唱完赶紧换的流水线晚会，大家都赶时间，观众也习惯了倍速观看。但谭健次的舞曲实验直接挑战了这个行业惯例。演出结束后，微博话题谭健次把拼接晚会唱成歌唱，阅读量破亿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观众其实并不反感长内容，只要内容足够好，大家是愿意付出时间的。这其实挺打脸那些总觉得观众耐心只有3分钟的数据分析师的。再看周深这边，修星星的人完整版7分钟，在 QQ 音乐上48小时播放量破1000万，这直接打破了晚会歌曲必须短于4分钟的潜规则。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，它证明了在短视频时代依然存在慢审美的空间。我们不需要把所有东西都切碎了喂给观众，有时候给观众一点耐心，让他们完整的沉浸在一个故事里，反而能收获更深层的共鸣。这不仅仅是关于音乐，更是关于我们在快节奏生活中是否还保留着感知完整情感的能力。还有一点让我感触很深，就是现场那种人味儿。现在的舞台技术越来越牛，全息投影、升降台、灯光矩阵，什么都有。但有时候技术太炫，反而把人给淹没了。但在这次巅峰之夜上，无论是谭健次那片黄海色的灯海，还是周深现场观众点亮的手机星群，都让我感觉到技术最终是为人服务的。正如乐评人所说，当黄海与星海在同一个场馆交替亮起，证明音乐产业的多元性正在收复失地。这句话我特别想划重点。多元性意味着我们不再只用一种标准去衡量成功，不再只有神曲才能生存，不再只有流量才是王道。说实话，写到这里，我脑海里还回荡着那天杭州春夜的画面。当久暗时刻的残响与小美满的余韵在空气里交融，你会觉得这场表演的价值早就超过了曲目本身。谭健次用近乎奢侈的舞曲篇幅，完成了一场关于坚持和突破的行为艺术。周深则用他那天籁般的嗓音，证明了科技舞台与人文内核是可以共生的，甚至是可以互相成就的。咱们最后再总结一下，在这个算法推荐决定我们听什么歌的时代，这场巅峰之夜像是一次重建现场神性的尝试。它提醒了我们，真正的巅峰从来不是流量数据的对决，也不是谁的热搜更多，而是让每个灵魂在星河共振中找到自己的坐标。对于谭健次来说，这25分钟是他对自己舞台统治力的一次宣示；对于周深来说，这2首歌是他对治愈力量的一次确认；而对于我们观众来说，这或许是一个信号，告诉我们别急，好的音乐值得你花时间去等待、去听完、去感受。如果你问我2026年 QQ 音乐巅峰之夜留下了什么，我会说它留下了一种可能性，一种在商业洪流中依然有人愿意慢下来打磨作品，尊重舞台，尊重观众的可能性。这种可能性比任何奖杯都更让我觉得华语乐坛的春天是真的来了。希望未来的舞台上能多一些这样的奢侈，多一些这样的慢审美，毕竟音乐本来就是用来安放灵魂的，不是吗？